朋友們，今天最大的新聞來自維尼修斯，皇馬和阿森納他到底選誰？另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諾的事已經有了結果。接下來咱們娓娓道來，喜歡的話歡迎您訂閱本頻道，同時也感謝您的熱推、您的點讚、您在評論區的留言。好，咱們繼續。好，今天的轉會市場，首先看維尼修斯。皇馬這邊新的主教練穆里尼奧來了之後，已經和所有的球員進行了談話，唯獨單沒有和維尼修斯交流。這個細節加劇了外界對維尼修斯可能離開的猜測。還有消息說，維尼修斯下周一就將歸隊，但他和皇馬的續約談判仍然陷入僵局。現在雙方最大的分歧並不是年薪，而是續約合同中的簽字費。維尼修斯目前包含獎金在內，年收入大約1850萬歐元，已經接近皇馬設定的2000萬歐元薪資的上限。皇馬認為球隊內球員續約獲得的簽字費不應該和自由身加盟的那些球員相同，而維尼修斯團隊則認為他們的要求仍然低於皇馬在市場上尋找替代者的成本，所以目前雙方都沒有讓步。阿森納仍然在持續關注事態的發展，但也還沒有和皇馬或者和球員維尼修斯進行直接的接觸。如果不能續約，到明年1月，維尼修斯就可以和任何俱樂部簽署預合同，這會對他非常有利。好，今天最重磅的消息來自維尼修斯，有自媒體的博主和獨立報同時報道說，阿森納在和維尼修斯的個人條款談判中取得了重要進展，個人待遇方面已經達成了原則性的協議，所以球員的經紀公司將帶着来自阿森納的一份驚人的報價，強勢進入到和皇馬的續約談判。在這種情況下，選擇權已經被交到了維尼修斯手中，但同時又有來自 TA 的消息說，維尼修斯願意降低要求來和皇馬續約。皇馬和維尼修斯之間還有分歧，他們計劃在下周繼續溝通。維尼修斯一直希望獲得一份3000萬歐元的綜合的收入方案，但現在沒有達到這個數字。這其中包括基礎的薪資，還有表現獎金，還有一項在皇馬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續約獎金。一直以來，續約獎金一直是雙方爭議的核心。皇馬一直說沒有辦法進一步突破自己的薪資上限，但接近維尼修斯團隊的人士認為，續約獎金才是提高球員收入的唯一方式。就像姆巴佩，他的薪資和維尼修斯非常接近，但24年他以自由球員身份從大巴黎加盟皇馬，獲得了一筆金額巨大的簽字費，因此總收入更高。可皇馬一直反對接受這樣的要求，認為這樣可能在未来球隊的其他球員續約的時候產生危險的連鎖反應。據說目前維尼修斯方面願意降低要求來促成和皇馬達成協議。今天的熱身賽，皇馬在2-0領先的情況下被佛羅倫薩連追2球。這種熱身賽在夏季訓練的這個階段絲毫不重要，但比賽中能看出中場卡馬文加的發揮不好啊。在沒人搶的情況下，隊友的安全球他竟然能帶出界，在場上沒有看出他的突破，也沒有看出傳球能力，就繼續觀察再看看。值得一提是，今天佛羅倫薩希望在熱身賽期間加速推進馬斯坦托諾租借的談判，皇馬自己也想盡快解決他的去留問題。還有新來的高中鋒埃斯皮，今天已經替補出場了15分鐘。阿諾德的傳球跟他的第一次連線差點就進了。據報道，馬斯坦托諾已經向主教練穆里尼奧明確表態，希望前往意甲踢球。目前在爭夺戰中，佛羅倫薩處於領先位置，但 AC 米蘭和那不勒斯也在激烈競爭。皇馬願意和佛羅倫薩就租借加上買斷權的方式達成協議，並且在交易中設置回購條款，所以決定權完全在馬斯坦托諾自己手中，他需要告知各方自己的最終選擇。而關於曼城羅德里的轉會也正在加速推進，皇馬已經將報價提高到6000萬歐元，兩家俱樂部很可能在未來幾天就能達成妥協。甚至有跟队記者已經報道，皇馬即將簽下羅德里，轉會費約6500萬歐元，這真的是讓大家萬眾期待呀。而迪奧曼德也有消息，固定轉會費將是1.22億歐元，外加1000萬歐元浮動獎金。有記者說，皇馬對迪奧曼德現在的經紀公司感到非常不滿，因為是經紀公司讓皇馬誤以為已經和迪奧曼德達成了轉會協議，這說明經紀公司此前向皇馬方面撒謊了。然而現在事實並非如此，楊迪奧曼德自己在經紀公司這塊有點亂，不知道這次會不會耽誤加盟皇馬的正事兒。但據阿斯報說，迪奧曼德加盟皇馬的官宣正在拖延，他最終還是會穿上皇馬的白色球衣，但萊比錫方面遲遲沒有敲定協議，交易很可能在不久就能完成。目前迪奧曼德已經單獨訓練，以免受傷。他希望不用隨隊前往本周末開始的奧地利的季前集訓營，而是相反，盡快的飛赴馬德里。
所以接下來將是他轉會皇馬的關鍵時刻。萊比錫的主教練德米凱利斯倒是說，我知道迪奧曼德這是個話題，他確實生病了，我們再看看。我還沒有和醫生聊過，如果他健康，他就得跟我們一起走，如果他病了，那就是病了。過去這幾個小時，迪奧曼德雖然是萊比錫的球員，但是他又給皇馬最近發布的一條 Instagram 點了讚，那是關於巴爾德佩尼亞轉會到佛羅倫薩的內容。迪奧曼德還沒有在社交媒體關注皇馬，但這已經是他第3次向皇馬示好，他已經將自己的想法徹底和萊比錫俱樂部說清楚了。今年夏天，他只想加盟皇馬，不考慮其他選擇。他要求萊比錫盡快接受皇馬的報價，不想拖延自己去皇馬的時間。他想盡快加入穆里尼奧的球隊訓練，盡快融入球隊。另外，穆里尼奧已經確認，在自己的4-2-3-1陣型中，貝林厄姆未來將擔任10號位。穆里尼奧希望他在移動中擁有完全的自由，包括後插上衝入禁區。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後防，皇馬的後防線受傷病的困擾已經整整2個賽季。穆里尼奧現在陷入被動，他現在發現，在對佛羅倫薩的首場熱身賽，自己手裡沒有任何一名一線隊的健康中後衛可以用。科納特還沒有歸隊，世界杯後他獲得了休息期，預計要到周日才回到球隊。呂迪格則是幾天前剛剛歸隊，還需要找回比賽狀態。米利唐他仍然在漫長的康復過程中，預計還要幾個月才能復出。所以現在穆里尼奧只能依靠年輕的組合拉明法蒂和瓊馬丁內斯，兩個人上賽季就在預備隊卡斯蒂利亞一起征戰升級的附加賽。所以現在暴露出皇馬在中後衛的危機非常嚴重。面對這種局面，穆里尼奧已經要求皇馬管理層趕緊再買一個中後衛，這個位置需要一個高水平的球員補強，尤其是現有球員的身體狀況存在疑問。那麼要完成新的引援，就必須先有人離隊。勞爾·阿森西奧是最可能離開的那一個。皇馬希望出售他騰出陣容的名額，引進一名世界級的中後衛，但他現在最近有些傷病，這也影響了操作時間。但據悉不會改變俱樂部出售他的計劃。而阿森納即將敲定紐卡的中場吉馬良斯，交易隨時可能完成，球員可能會飛往拉曼加體檢。而過去阿森納的轉會政策一直奉行有一個進就要有一個出，所以買吉馬良斯就必須要賣出諾爾高。這樣的政策也體現在今年夏天以3400萬英鎊從布魯日簽下佐利斯的交易。當時同為左邊鋒的特羅薩德完成了轉會，加盟了貝西克塔斯。在此之後，相關操作才迅速推進。還有過去買進卡拉菲奧里和梅里諾，對應着史密斯羅和恩凱迪亞的離隊。今天羅馬諾已經宣布 Here we go， 中場諾爾高最終加盟埃弗頓，轉會費700萬英鎊。這位32歲的老將過去用1000萬英鎊買來1年，幾乎沒怎麼用，現在700萬英鎊賣掉也算可以了。而至於中場的蘇比門迪和吉馬良斯可以互補，所以新賽季賴斯、吉馬良斯、蘇比門迪和斯凱利這4個球員，2個主力2個輪換，綽綽有餘呀。那麼對於阿森納現在關注的皇馬球員維尼修斯，阿森納的球員倒是對他可能加盟非常興奮。球隊內部對維尼修斯的能力和影響力給予高度評價，如果他加盟，將極大提升阿森納在進攻端的威脅。現在的訓練營中，球員們已經多次提及他的名字，有許多球員甚至主動向管理層詢問談判的進展。而教練組也在戰術層面討論了維尼修斯融入球隊的可能性，認為他的速度、突破的能力、創造機會的特點非常適合阿森納現有的進攻體系。但現在必須等待，先要看維尼修斯和皇馬的續約談判到底以怎樣的方式結束。還有，今天羅馬諾 Here we go 宣布了若昂佩德羅和切爾西漲薪續約到了2033年。過去巴塞羅那和阿森納都願意出1億歐元購買若昂佩德羅，但切爾西立刻回絕，明確表示若昂佩德羅是非賣品，而且切爾西也将他原本在2032年到期的合同延長了1年，並且大幅上調他的薪水。這也放出了信號，切爾西現在能夠留住队內最優秀的球員，即便無缘歐戰，切爾西也希望留住自己核心的班底。至於最近金鑰事件解禁的穆德里克，主教練哈維·阿隆索談到，他說，我們還得再看看，現在對穆德里克下結論為時過早，要先考察他的體能狀態，還有他重新獲得出場機會所需要的時間，所以這都需要一個過程。那麼切爾西方面，哈維·阿隆索建議要買下西班牙的左後衛佩普·查瓦里亞。切爾西對查瓦里亞的首份報價1500萬英鎊遭到拒絕，球員的解約金5000萬歐元。現在切爾西已經提高了報價，和巴列卡諾隊的談判正在推进中。哈維·阿隆索在切爾西的時代已經正式開啟。最近他們在悉尼的超級杯打了2場比賽，收穫了不同的結果，也暴露出一些問題。
阿隆索在這兩場先後試用了4-3-3和4-2-3-1兩種陣型，但已經明確一點，帕爾默會是他體系的核心。在比賽中，帕爾默幾乎參與了所有進攻的回合，他未來很可能在前鋒身後自由的活動。而在中鋒位置，若昂·佩德羅已經占得先機，儘管沒有進球，他仍然是最具威脅的進攻點。邊路方面，巴西小將埃斯特旺證明了自己的高期待值，而吉滕斯很可能是最令人驚喜的收穫。哈維·阿隆索已經正在打造一支又有經驗又有年輕人的新陣容，而且已經開始信任那些很有潛力的年輕球員。不過他也明確表示，未來要大幅縮減陣容，這意味着切爾西的多人離隊已經在預期之中。好，還有消息說，曼城正準備對切爾西的球星佩德罗內托發起驚人的報價，球員的估價是7000萬英鎊。那麼如果轉會曼城，他將和前切爾西的主教練馬雷斯卡在曼城重聚。而對於內托 ，AC 米蘭也將他列為頭號目標，將他視為萊奧的潛在替代者。萊奧在米蘭的未來存在不確定性，但米蘭買不買內托，這取決於萊奧要不要離隊，必須要有資金才能推動轉會。另外，今天關於國際足聯因凡蒂諾和歐足聯的爭議終於水落石出了。因凡蒂諾已經發表聲明說 FF1 項目不再符合最初目標，不會繼續推進，但他整個聲明中一句道歉都沒有。所以目前包括他部分過去的核心盟友在內，許多的足協和投資方已經紛紛對他倒戈。因凡蒂諾已經被質疑能否繼續擔任國際足聯主席，這一次眼睜睜看着自己被幾個主要大洲的足聯公開譴責，事態的發展堪稱毀滅性，而且令人震驚。特別是歐足聯的強制抵制的威脅極具分量，又隨着中北美足聯和亞足聯的加入，因凡蒂諾在投票中處於劣勢，這種風險變得極大。隨後他身邊的核心團隊也開始反水，先是顧問卡洛斯·科戴羅，接着是首席運營官凱文·拉莫爾。目前因凡蒂諾已經將保住自己的職位放在首要位置，但各方勢力已經伺機而動，他很可能在明年的選舉中面臨挑戰者的強力阻擊，但候選人提名必須在11月前完成，這意味着一場激烈的角逐即將拉開帷幕。所以因凡蒂諾的 FF1 項目從爆出到終止，最後僅不到4天。目前歐足聯和其他大洲的足聯都在尋找候選人，都想參加明年國際足聯主席選舉。儘管 FF1 項目已經擱淺，但這場風波讓因凡蒂諾的傲慢被全世界記住了。牆倒眾人推，痛打落水狗。前主席布拉特再次抨擊因凡蒂諾的商業公司計劃，說如果推進到底，足球將出賣自己的靈魂。而現在歐足聯又發布了官方聲明，對國際足聯撤回他的計劃表示歡迎，但是說已經失去了對國際足聯領導層的信任，必須全面徹查，指責因凡蒂諾違背承諾，還說因凡蒂諾這種暗中敲定，試圖強行推進這筆見不得光的私下交易，完全談不上透明。歐足聯甚至要求因凡蒂諾辭職，否則將發起不信任投票。好，輕鬆一下，關於 C 羅總裁馬上要和喬治娜的婚禮， C 羅的大姐埃爾瑪關鍵時候又跳了出來，她說結婚主要是為了滿足女方的願望，這並非 C 羅的夢想。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但 C 羅的婚禮到底何時舉行仍然是個秘密。還有最近一個墨西哥的播客賬號發布了一段讓 AI 回答史上最著名的3名運動員是誰呀？ AI 給出的答案分別是 C 羅、喬丹和梅西。特別有趣的是 C 罗本人也现身了視頻的評論區，並且留言道輕輕鬆鬆。這兩天 C 羅在社交媒體曬了一組海灘度假的照片，畫面中16歲的迷你羅看上去比 C 羅都要更高了，父子倆長得非常像。另外他的隊友小兄弟菲利克斯最近和阿根廷網紅科拉利克雷馬斯基被拍到在邁阿密海灘親吻，兩人似乎正在約會。21歲的克雷馬斯基和26歲的若昂菲利克斯在一起，照片中两個人在水中親吻，另一張則是兩人並肩走在沙灘上。最近菲利克斯已經拒絕了土耳其超級聯賽的報價，他想留在勝利隊陪着 C 羅。好的朋友們，感謝您的陪伴，喜歡的話歡迎您訂閱，歡迎您熱推點讚分享。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